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比特币继续出现了调整，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市场，市值排名前500名的大多数山寨币都随着比特币再次进入了调整的一个状态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全部的红色红色区域特别大。那么这里的调整原因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分析出来了原因是上方在4小时级别上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反弹到65000美金附近之后，由于这里面的压力位出现了一个调整动作。那么调整动作除了压力位之外，也是为了回补前面行情当中下跌过程当中在4月14日到4月17日这里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对这一空缺区进行第3次的回踩这里是第2次，这里是第3次。那么回踩过程当中，对66000美金到61000美金这里的一个筹码缺口进行第3次的回补从而呢在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可以来看到这里调整过程当中我们要忽略5月1日当天的一个极端行情，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跌破收敛三角形下边线支撑的一个动作。跌破之后呢，忽略这块我们得到了一个震荡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区间上，我们认为支撑位在61000美金附近。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上，这个收敛三角形将在5月中旬到达近焦点。我们认为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也就是耐心等待这个收敛三角形完成它的结构之后，多头是在这个位置上有希望的。那么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目前虽然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始终处在3月初悟空阳线的实力范围。我们认为这里的悟空阳线开盘价是62000美金，收盘价是69000美金。62000美金的开盘价3月初行情当中这个悟空阳线的周线级别的开盘价不在周线级别实体阴线跌破的情况下，在未来这个悟空阳线是有机会复活的。复活之后，我们认为这个箱体结构最终在悟空阳线的指引下，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因此呢，多头趋势仍然存在。目前呢，只是4小时级别上，它继续完成它的震荡箱体结构、震荡收敛三角形结构，耐心等待这个结构完成之后，多头仍然有机会冲击周线级别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呢，这轮行情的热点币种，我们昨天就给了出来沸腾的在 AI 困热搜榜排名 No.1 的是 TRB。那么今天 TRB 再次继续上行，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再度出现阳线它继续了一个上涨动作。同时呢，对于 TRB 我们调到它的现货。同时呢，对于 TRB 来说，我们认为它有过一段非常长的震荡调整经历。那么这里的调整经历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从21年调整到23年，长达2年调整之后，做了一个从底部10美金到629美金高点惊人的68倍的一个涨幅巨大的68倍的一个涨幅。巨大涨幅之后，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连续2个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经历了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回踩之后，我们看到它的下跌过程非常凶狠，跌幅达到了94%。巨幅下跌之后要回补这样大的一个巨幅的缺口，我们在周线级别在本轮的反弹和上涨行情当中看到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那么昨天就提到了有了这2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它有期望做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从而完成新的一轮的上涨。同时呢，把时间级别敲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在最近的上涨和回落过程当中，也同时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也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横盘结构的收敛三角形。在结构当中跌破底边线86美金之后，我们看到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变盘。首先是跌破长期的一个震荡的底边线，跌破之后在焦点位，也就是说我们行情当中容易产生吸引力作用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目前完成第一轮次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看100美金附近110美金到100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
筹码密集区和均线密集带啊，在日线级别上169是均线，144是均线，200日均线在这个位置上构成了均线上的支撑。前面行情当中，这个波谷连线也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带的支撑。在这种支撑情况下，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TRB 正在走第2轮次日线级别上涨细流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那么合并 K 线之后，在周线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 TRB 这种热点币种，我们认为它可能存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多头信号。昨天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热门币种叫 GOTO， 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出发，形成了一个方向略微偏上的收敛三角形。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虽然在今天跟随比特币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它的价格呢仍然处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近焦点的区域。基于 GOTO 啊，它的市值比较小，并且呢是刚刚上线 Binance 啊，我们看到23年12月上线，刚刚上线4个多月。是一个次新币种，因此呢，在筹码密集区附近，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仍然有一个多头的机会。同时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同时可以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是在箱体内部的。收敛三角形一旦接近近焦点，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目前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站上了0.009这个关键的压力位之后啊，站上了这个压力位之后。目前压力转支撑，我们认为 BNB 存在多头的机会。在这个箱体和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在周线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对于 BNB 来说非常容易走一个对称性的行情。记住啊，这里的对称性的行情是同步20年和21年整整1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容易形成一个对称性的上涨结构啊。因此呢，对于 BNB 中线和长线要给予一定的非常重点的关注。我们在上周行情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币种 HIGH。那么对于这个币种呢，非常容易出现在多个板块当中的涨幅榜当中，因此呢，我们对于它给予一个重点关注。在周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 HIGH 目前经历了横盘震荡整理，目前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啊，走在周线级别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那上方呢是有机会出现唐僧阳线的，同时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HIGH 是强势于比特币、强势于以太坊的，在高位4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那么这样来看，在4小时级别上，目前是一个方向偏上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呢，要这样画。画出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我们认为回踩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之后，是有一定的多头机会。这里面给予一个重点关注啊 HIGH。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22年到24年长达2年盘整之后，它有机会走出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走势。前面的时间我们看到道指引领了 PP 板块，但是目前来看，明文板块的龙头 ORDI 还有老鼠没有任何表现，但是我们认为板块轮动一定会出现。ORDI 呢，今天跟随比特币进行了调整，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上，我们认为它的底边线，前面收敛三角形底边线的，在60美金下方就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因此呢 ，ORDI 是一个价格比较低估的目前比较低估的热门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是可以缓慢进场、分仓进场。对于 YGG 来说，这轮行情始终处在一个 GameFi 板块当中的龙头一哥的地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延续上涨的一个支撑线啊，这里看到的是144日均线啊，注意啊，这里是日线级别，144日均线构成了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底边线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回踩了0.7美金这个位置，目前在0.8美金已经非常接近啊，所以呢。如果能够回踩到0.7美金，是一个在144日均线附近可以进场的一个位置。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这个 YGG 走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流，耐心等待它再次出现的一个多头信号它的调整过程就是可以不断补仓的一个过程。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呢，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订阅我这本书或者加入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